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万物有灵系列采菊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为后片、前片、袖子、门襟、领子和装饰。先分别编织，然后连接起来。先来学习后片的编织，由身体、胸片和领肩组成。先来学习身体的编织，采用左手长尾起针的方法起针，起针完成后来回往返编织，下面请看演示。编织前我们来认识一下图解，这里我用任意尺码的图解讲解，最终图解以手里拿到的为准。这里的图解都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，并针都是占一个格子。这里不同针法符号对应需要编织的针法，在图纸上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介绍了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数量，与棒针上的线圈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，在反面编织时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这就是图解的基本介绍。下面我们正式编织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一根棉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先左手长尾起针，起针之前预留织片约3倍的线头，然后打一个活结，右手拿起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左手握住2根线，食指和拇指穿入这2根线之间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，预留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上往下穿入拇指外侧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圈，将这个线圈穿过拇指上的线圈松开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上往下穿入拇指外侧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圈。这是第3针，继续起完对应的针数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位置。
起完对应针数后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我这里小样针数较少，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下面来编织第一行。这一行从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对照图纸先织对应数量的上针。我这里小样针数随机。接着织2个下针，将线绕到棒针下方，再编织。织好后，再织2针上针，接着需要编织一个豆豆。拿起钩针，编织的这根线需要在左手上挂线，钩针穿入下一针这个线圈，将线勾出，然后放开左棒针上的这个线圈，将棒针稍微拉出一点，避免我们的线圈脱落。然后钩针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勾出，这是一个锁针，再钩一针，然后绕线穿入刚刚放开的线圈中，将线勾出，接着绕线从前一个线圈中勾出，重复2次。然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4次。钩好后，绕线1次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接着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将豆豆向前面顶起，稍微拉紧，然后拉大线圈，抽出钩针。我们把这个豆豆的线圈挂到右棒针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个豆豆的形状，这样一个豆豆就钩好了。
接着织2个上针，然后再钩一个豆豆，按照前面的方法钩织。钩好后，将这个线圈挂到右棒针上，这样又一个豆豆就钩好了。下面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2行，这一行从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图纸开始是上针，这里需要编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编织下针。我小样针数随机。织好后，图纸是2针下针，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2针上针。对照图纸，把棒针上剩余的线圈织完。遇到豆豆时，正常编织。
织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3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编织，对到图纸先织上针，接着织一个右上2针与1针上针的交叉针，共3针，先将这3针交换一下位置，右侧的2针在上，先将原先左侧第3针织一个上针，接着将左侧2针织下针，这样右上2针与1针上针的交叉针就织好了。接着织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然后织一个左上2针与1针上针的交叉针，同样共3针，先将这3针交换一下位置，交换时注意捏住线圈，不要松掉。左侧2针在上，交换后先织2个下针，接着织一个上针，这样左上2针与1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往下继续对到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好后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4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。对照图纸编织，大家也可以按照纹理编织。是辫子纹理就织下针，是瓦片形状的就织上针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好后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完第12行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编织即可。前12行织好后，下面来织第13行。
先织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织好后织一个右上2针交叉针，取出与棒针差不多粗细的麻花针，这里我选取的随机。先将左侧2针转移到麻花针上，放到前面，然后将左侧2针转移到右棒针上，接着将麻花针上的2针转移到左棒针上，再将右针上的2针转移到左棒针上，接着依次织下针。这样一个右上2针交叉针就织好了，下面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13行就完成了，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后面编织时还会遇到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这一针的编织方法。编织到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右棒针从右往左，同时穿入左侧的2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。这样一个上针左上2针并一针就织好了，下面大家继续对照图纸把身体织完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胸片的编织，开始需要在两侧剪针形成腋窝，开始用扶针收针进行剪针，后面织并针进行剪针，剪针完成后继续不加不减编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正面编织上针边收针，反面织相反针法，也就是编织下针边收针。先分别给大家提供编织上针边收针和编织下针边收针，后面的并针前面演示过，大家先学习方法再编织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编织上针边收部分针数的方法。可以先用系腰扣将需要收掉的针数隔开，然后织2针上针，收一针，继续织一针上针，收一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收针。最后系腰扣右侧还剩一个线圈，也需要收掉，这里对照图纸编织下一针的针法。小样这里针法随机，然后收掉，这样就完成了这部分的收针，并织完了左侧第一针。往下继续在剩余的线圈上编织对应的针法即可。
这个就是编织上针、编收部分针数的方法。开始收针。第一针可以织滑针，也可以织下针。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都是织下针收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收一针，继续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。我这里剩下2个线圈，需要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下一个线圈，也就是第4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也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编织下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需要对照图纸编织，织完后将第4针也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这样胸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肩的编织，分为左右领肩。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的左右来区分。领肩需要编织留针引反，开始几行来回往返编织，最后2行左右领肩分开编织。先编织右领肩，织好后将棒针上的线圈修针，然后重新接线，先编织上针，边收掉对应针数，形成领口，然后再编织左领肩。下面分别给大家提供留针引反和修针的方法。注意，视频只演示方法，具体针法参考图纸编织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一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一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2行。第2行开头织有结的滑针，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一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。
可以发现第2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结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；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，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结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，同样，这个有结的划针看作1针，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结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，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销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销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遇到有结的划针，当作1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
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一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接着我演示一下修针的方法。一侧织完后，将线圈转移到单独的棒针或环形针上，也可以用线穿起来。后面编织时，再将其穿到棒针上，从右往左穿线。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这样领尖就讲完了，到这里后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前片的编织，分为左前片和右前片，都是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领尖。身体和胸片的编织方法与后片相同，领尖则都需要在一侧剪针形成领口，也就是编织对应针法边收针。肩部也需要编织引反，方法和后片相同，织好后需要和后片合并收针。合并收针前，先将后片的线圈穿回到棒针上，然后再编织。下面给大家提供合并收针的方法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
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肩部连接好后，下面来缝合前后片身体位置，另取线从下往上，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进行缝合。下面给大家提供缝合的方法，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再缝合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1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2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
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。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，这样前后片一侧就缝好了。另一侧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好即可。
这样前后片缝合就讲完了，前片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门襟的编织，在左右前片、身体、胸片进行挑针，大致6行挑出5针，挑出对应针数。这里的针数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挑出。挑好后是双数，且织片平整即可。挑出后交替编织2针上针和2针下针，其中左门襟织几行后还需要织扣眼，下面请看演示。我这里用小样演示一下挑针方法，将织片侧面朝上，来看一下织片。织片边缘是这样一个个小辫子，一个小辫子对应织片的1行。挑针就是挑这样的小辫子进行的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打一个活结，穿入最边缘的辫子，将线圈挑出，这是第1针，然后穿入相邻辫子，将线挑出，这是第2针，继续再挑出3针，然后间隔一个辫子，再挑出5针，往下就大致每挑5针间隔一个辫子，大致均匀的挑出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我小样这里针数随机。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挑针完成后，来编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。对照图纸织相反的针法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好后，对照图纸把第2行也织好。下面来编织第3行，这一行需要换色。为了将线头放到反面，我们将第1针线头换一下位置，将这一针挑下，将线头绕到反面，再套回左棒针，这样线头就调整到反面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然后在当前编织的线打一个结，将这个结拉至根部。接着用新接的这根线编织，
之前的线暂停不编织，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4行，这一行需要编织扣眼，这里我演示一下方法，先把并针前的针法都织好。这里我小样针数随机。织好后，织一个上针，左上2针并1针。接着织挂针，将线停留在棒针上，直接织下针。这样挂针就形成了，扣眼也就织好了。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后面继续编织扣眼，这里我就不织了。织好后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织第5行，编织前先将停留的线带一下，将这2个线交叉一下。这样就带了1次线，继续把这一行织完。遇到挂针时，正常编织。这样第5行就织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门襟对应行数都织好。注意，最后一行需要换之前的线编织，后接的线可以预留一点剪断，然后在反面藏好。全部织好后，需要采用冰岛收针的方法进行收针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。我用这个小织片演示一下冰岛收针法。这种方法通常会比较适合搓衣板针的收针。首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这个线圈从左往右平移到左针上，接着从右往左穿入第一个线圈，然后从左往右穿入第2个线圈，也就是从第1个线圈的里面，以下针方式挑起第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放开这2个线圈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将右针的线圈平移到左针上，然后从里面挑起第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放开2个线圈，这样就又收了1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收针。
还剩下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，拉紧，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藏一下。大家也可以将整个线头藏完。这个就是冰岛收针法。这样左门襟就讲完了，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右门襟也织好即可。右门襟正常编织，不需要织扩眼，这样门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编织，在前后片对应位置挑出对应针数。同样，这里挑出的针数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挑出。挑针完成后对照图纸，将它织好即可。注意领子这里也需要换线编织，织好后也用冰岛收针的方法进行收针，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袖子的编织，袖子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分为袖衫、袖身和袖边。先编织袖衫，采用左手长尾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往返编织。开始几行需要编织加针引反，也就是起针完成后，先编织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织好后织第2行。注意第2行从反面编织，织相反的针法。下面给大家提供加针引反的编织方法，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纸的针法编织。加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这个图解，从第2行开始引反，结尾先预留这一侧需要引反的总针数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第3行开头织有节的划针，有节的划针和前面这里相同。然后要预留这一侧需要引反的总针数不织。第4行先织完有节的划针位置，然后多织对应的针数，我这里多织5针。往后引反位置的每一行，结尾都要多织对应的针数。
也就是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再多织对应的针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里的11行织完。最后一行织完有节的划针位之后，多织4针，刚好将所有线圈织完。袖衫织好后，编织袖身和袖边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这样袖子的编织也就讲完了。袖子织好后，也另取线把袖子侧边缝好。缝合方法和前后片缝合方法相同，也是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。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，先把袖子缝好。袖子缝好后，将它缝到袖绒位置。缝合前可以用记号扣大致均匀的固定到袖绒位置再缝。如果没有记号扣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采用针与行缝合的方法进行缝合。下面给大家提供针与行的缝合方法，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再缝合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这样一只袖子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只袖子也编织完成，并缝好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装饰的制作，由花朵和扣子组成。先学习花朵的绣制，在前片和袖子花样的格格里绣制这样的线段作为花朵。前片则还需要在最下方的2行下针，沿着辫子轮廓绣制。花朵多是由10条线段组成，分为上下2部分，且需要用2种线材绣制，每个线材大致均匀，分散绣5条。下面我用成品演示一下绣制的方法。先来绣下半部分，剪一截约7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穿入缝针。
对折，然后在对应位置反面固定好线头。接着在格格里大致中间位置出针，然后向下分扇绣5条。这里绣的长度不做要求，只要在格格里即可。绣好后，同样在反面打结，藏好线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，然后把线头藏好。然后另取线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上半部分也绣好即可。绣好后，也在反面打结藏好。下面大家将其余的花朵都绣好，这样花朵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在下针上沿着辫子绣制，剪约1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穿入缝针，同样在反面固定好线头。然后沿着2行辫子绣制，这里行数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绣制。绣好后，同样在反面打结藏线即可。下面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前片对应位置下针上都绣好即可。下面来缝合扣子，在扣眼对应位置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：剪一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穿入缝针，先在
对应位置反面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出针，缝上纽扣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。缝好后，也在反面固定好线头。这样一个扣子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把剩余的扣子多缝好即可。这样扣子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